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5月28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和你的风格相匹配，对你的投资是有帮助的，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观看到我的内容。特斯拉的一根大阳线嗨翻全场，Lucy 也很开心。无论是技术分析还是多维度的交叉验证，方向和上涨的节奏都拿捏得很准。咱们的财生朋友们呢是做到了，抓住了正股和期权的同时上涨。Lucy 的粉丝朋友们，你们吃到的这口大肉吗？评论区可以回复个888。纳指又在科技双雄的带领下重回多头强势区，这会是蓄势之后的新起点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今天我们分析的内容呢有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呢是会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么纳指的话回踩之后呢，继续无量上攻，牛熊分界线上，我们目前还把它定义为牛市。那后续的走势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看一下目前呢这个纳指的双雄特斯拉还有英伟达，另外呢还有一只苹果公司的一个走势，我们来去分析一下。首先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我们看到呢昨天纳指是以一个跳空上行的一个阳线呢回到了牛熊分界线的一个上方。那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它上一个星期在这个黄色的这根 K 线之后呢调整了1、2、3、4，那么它现在是稳稳的踩住了这一根绿色的这条线呢，就是我们的牛熊分界线170日均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出现了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内部的课程里面有给大家讲，就是第一种它一个强势的一个这个反弹，所以呢昨天是一个跳空缺口来这个反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之前它作为参考的这个黄色的这根 K 线呢，目前为止它现在还没有站稳。那么我们进一步去看一下纳指。那它的一个这个贡献呢，一会儿我们去分析一下它的一个个股。就纳指而言的话，现在我们昨天在一个这个内部课程里面有给大家提到，就是这一根这个牛熊分界线我对它的一个这个支撑和压力的一个定义呢，那就是它在这条线的上方，那就是一个支撑。那它现在呢是经过了上周的一个这个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呢，是现在是确认了这一条线呢，它又重新了一个这个收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以这个4天的一个调整呢，会回到了这条线的下方，但是呢，它是以均线的一个支撑，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牛熊分界线的一个支撑。所以现在呢 ，Lucy 把这个行情呢归结为我们的牛熊分界线的一个确认的点，就是这个170日均线。那么现在纳指还在它的一个上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一个牛市。那么接下来呢，以这个牛市思维和多头思维的话，我们去看那它后续的一个行情要如何演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近期的一个回调呢，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踩。那么它现在呢，这个位置留下的这个缺口就还没有踩住，所以呢，它现在是一个缺口未回补的一个状态呢，又出现了一个第二个缺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彰显了纳指的一个这个强势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除开一些这个关税的一些消息之外呢，其实从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的情况看呢，目前来说其实它是一个无量的一个上涨。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助推，就是指数的一个拉升的话，现在呢不是说资金的一个合力，所以这个位置呢，其实纳指的话，我们一会儿要去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些股票的一个贡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它现在进入到了强势的一个多空争夺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我们昨天在这个直播课程里面呢有提到，就是它经过3个月的一个这个震荡试探，那么这一个大的一个箱体的一个上沿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这个目标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参考的一个下一个目标呢，就是由这几根阴线得来的。如果说还能进一步的一个拉升就今天它还能进一步的一个拉升的话，那首先它要突破19215这个黄色的K 线的一个高点，不然的话我会认为这一天是假跌破，那么这一天就是假突破。那如果说它一天 ICU 一天 KTV 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拿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去看它是否站稳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线。这条点位是什么呢？就是 18903.66。 Lucy 的粉丝还记得我当时把这条线现在还放在这里，因为我的参考标准呢就是以这条线为标准。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它还能2到3天的一个站稳的话，那么就确认它继续一个上行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今天关键的点就是19215。现在它的一个收盘的位置是19199.16这个数字很吉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一个这个你的大的波动区间呢，我们肯定是看20200。但是它小的一个参考区间呢，我们的一个判断方法是它的这个黄色的这一根蜡烛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个是对它的一个这个分析。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会从这个 MACD 呢去跟大家分析过。当然它现在即便是它强势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拉升，
但是它的一个 MACD 的话，现在是一个红柱子缩小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要去关注了，今天它会否出现一个金叉，也就是说它只是红了2天之后，约等于它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在上周的视频里面我们有提到，纳指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见到顶背离。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其实呢暂且认为它是一个这个回调，只不过说它回调的啊是靠这个消息的一些这个刺激出现的，它又在这个利好消息的一个这个盘前的一个释放啊，它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位置，仿佛我们看到了前面这4天呢是没有出现的一个结果啊，它又回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说从技术看它还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就是 Lucy 的一个分析。纳指的一个分析呢，不影响啊我们的一个对个股的一个判断。我们都知道啊，纳指它的一个走势呢是由权重股的一个贡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接下来啊要去看一下特斯拉、还有英伟达、还有苹果公司它的一个走势。首先看一下特斯拉啊，特斯拉呢是这个 Lucy 近期啊跟踪的比较多的一只股。那我们先来从昨天的一个盘前播报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是 Lucy 昨天的盘前播报啊，5月27号的一个盘前。那么在这个过程，我是2点58这个盘前发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有分析了啊特斯拉它的一个走势。那么近期的话，其实是非常值得 Lucy 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啊超买没有确认，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承压互换线啊，我们一直没有变。而且呢，我们的一个单阳不破的战法第9天确实是给到了结果。而且呢，我们说过啊，形容了这个战法它到底是从何而来的。那么我们已经跟踪了2周的一个时间。如果你是 Lucy 的粉丝，或者说你体验了 Lucy 的美股洞察的课程，那你一定会知道啊，昨天我们是如何去分析的。那么它就是由于上个星期五收了一个十字星没有破，再选方向。我是通过观察 option 的一个 IV 啊看出来的。那么昨天的一个内部课程我也给大家讲了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市场资金本周会选择方向，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啊就得出结果了。本周应该会出现某一个方向的大波动，无论市场的一个方向选择还是向下还是向上。那我们都知道，那下行我们的参考的点肯定是328.5块啊，近期都没有跌破。那么上行则关注箱体高点350是否能站稳。这是特斯拉昨天的分时图，所以昨天其实特斯拉就是一个正分时，它在这个过程呢本来就是一个高开，然后呢它在这个前半个小时震荡的时候呢，它一直没有跌破啊这个黄色的线，所以它是正分时的话，我们就知道今天应该是个阳线。那么另外呢，它在突破啊350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连续的一个拉升，位置的话是353这个位置啊，当时我也是在看盘，那么我看到了啊，它出现了一个这个阳线，也就是确定了我们之前有给大家讲到过的是什么呢？我想大家还记得，我们是以之前它的一个战法的一个基因来去总结的。那首先这一天它就是一个跳空，而且上行。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它接下来的这个位置，这一天也是跳空上行。所以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星期一的那条视频里面啊，有跟大家说它在这个位置没跌破啊，是个第8天，而且是十字星。那么它会依托这一条线的话跳空上行，而且呢它是以一根这个大阳线去突破这个位置的。那我的这个350这条线还在这儿，也就是说如果 K 线它去上行的话，这个位置是很明显的啊去突破了。那么现在呢，特斯拉就在市场的一个资金的共同作用下选择了方向。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啊，就是特斯拉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它的一个压力位在哪里啊？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展现？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一个财生朋友也问过我啊。首先呢，我们去看它的 MACD 呢，现在啊虽然是上行的 MACD 的一个柱体，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还要去看它的一个这个 MACD 是否还会出现一个这个绿柱的一个变大。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散财童子啊，会否出现这个红色的柱体？由于特斯拉它的一个上行啊，它是一个突破了关键位置的。所以我们现在把这条线啊参考线去掉，看得更清楚。之前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我画过一条线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它的一个承压互换线361块6毛2这个位置，所以说它是一个这个支撑啊压力的一个互换线。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它现在的一个高点呢就打到这个位置，而且我们看到盘后呢，其实价格呢是一度涨到过370这个位置，所以说现在呢它是一个突破一个这个平台位的关键点。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去站稳，比如说第2根阳线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话，那突破站稳之后呢，其实啊特斯拉它还有一个高点，那么它下一个压力位啊就会在这个承压互换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去看啊，特斯拉现在呢其实也只有啊不到30%的一个空间啊，就又回到了高点。所以我们看到它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又有一个啊，我们之前有画过，它的节奏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这几个位置啊。我们来说一下
它在一个 M 的一个上行的过程中呢，这里有一个颈线位，所以呢它在反抽之后没有站稳之后呢下来，那么这里又反抽了一次，所以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它是421.06。那么接下来呢，它会在这个承压互换，我们知道啊，这个位置它有出现过一个上影线，是跌破了这一个支撑，对吧？支撑和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379.2毛8，也就是约等于380这个位置啊，还是下一个这个目标位。所以目前为止呢，它距离这个位置呢，就还有这个10块钱的一个空间。从它的每一次突破来去看的话，这里突破一次之后呢，是一个跳空的一个上行，这里突破一次呢，就会出现跳空上行。所以它接下来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呢，它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跳空上行，这个是它的一个规律。所以呢，我们在找规律的时候呢，就稳稳的拿捏到了这一段。那你像它这个位置呢是突破的话，我们有财神朋友在前一天周五去做了一个 call option， 这个就是带来的一个这个突破的一个结果。所以我看到了它的一个变化呢，应该是3倍，是3倍。所以呢，这个就是特斯拉它的一个特性。那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以多头思维去看它的一个上边界呢，会这个定在380这个位置。那么这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说到这里就讲到这里。Lucy 的订阅粉丝们注意了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现在是从5月20号已经开始了。那么咱们的一个粉丝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订阅频道来去获得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接收到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联系一下 Lucy 的助教老师。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视频的小伙伴呢，那可以点击订阅是第一步。那么 Lucy 会给到我们的新朋友1周的一个会员体验课程资格，那么也就是我们内部的财生课程的一个美股洞察。那么这个课程里面呢，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昨天去判断纳指的一个走势的。那么我们说它在170日均线的一个上方会突破上行，那么这个是在昨天的下午5点的一个直播课程里在这个18分13秒的位置呢去讲过，而且后续的一个课程呢有提到了特斯拉如何去判断，包括我如何用期权去分析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的。这个课程如果说你体验到的话，那你会得到更多。咱们如何去获取？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那你给他发送一个口令才能领取到这些资讯。那口令就是礼物2个字这个就是能获取资格。另外呢 ，Lucy 团队的老师本周也给咱们的新朋友呢准备了一些这个课程，关于这个龙头量化的精确的一个交易。那么当下这个市场，如果说你能抓住这个量化的一个节点，像我一样去发现比如说这个特斯拉它的一个买点，对吧？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强势股，它是如何去精准抓住它的一个这个突破口的。那像这个27号的一个这个低点交易已经过去了，但是你是可以看回放的。那么另外呢，28号的一个高量破局，还有周期交易，还有这些巅峰交易，都是为大家已经准备好的。所以还没有领取课程的朋友们，你赶紧去找助教老师领取。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英伟达呢，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与特斯拉是这个双雄一样的存在那么英伟达它现在的一个关键位置呢，就没有特斯拉强势这个是我们大家能看到的。首先呢，我们来去捋一下思路像这个135这个位置呢，昨天我们看到了，其实争夺的还是比较激烈的，就是它盘中的话，有的时候它会跌破有的时候它会突破，所以这个位置呢，它还是没有站上。它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微微突破一点的。大家熟悉 Lucy 的就知道我们再去看压力位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多少天，2到3天。所以呢，其实今天还是一个这个观看的节点，就是它能否在135这个位置站稳是比较关键的。那我们说它已经在上周出现了一轮调整，而且大家会发现英伟达跟纳指它的走势很像。所以呢，其实我们知道纳指它的走势呢，其实大家可以这个高度的去拟合一下英伟达，你就会看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其实纳指你知道它涨或者跌的话，就是跟这个英伟达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英伟达它今天盘后会出财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是计提了80亿的一个这个关税方面的一个损失。那1季度的话是55亿，当然呢，这个过程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那80亿的话呢，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是留有了余地。我们知道呢，在财报公布的这个之后英伟达有一个习惯昨天我们的财生朋友呢有提到，就是它有可能会因为财报之后会去下跌。那么上一轮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来带大家回忆一下，上一次它的财报公布呢是走出了一个这个 M 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昨天我们的一个美股洞察课程里面有这个交流过，所以这一天其实呢我是抓住了这根大阴线也会给大家分享。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又一次遇到了英伟达财报的一个公布时间，那凑巧它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画一下，它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走势？那它后续会否站稳，还是说向下？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跟踪的。那站稳的话，我们有很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2到3天嘛。但如果它没有站稳的话，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呢，英伟达它的一个回调的话，就这个近在咫尺了。所以它的空间呢，上行我之前给大家画过
虽然说它的财报啊有影响，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如果上行的话，给大家两个方案。首先，如果是上行的话，那我们就要去看压力位。那压力位在141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现在135，也就是大概6块钱不到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做好它的一个这个空间的一个把握。那如果说135这个呢，只是由于行情的一个配合呢导致的，如果它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话，那它135呢将会是近期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那么它的一个这个下调就不会是简简单单的到这儿为止。昨天我们的一个内容播报呢，这里是有跟大家提到了说它在这个地方目前的股价是在牛熊分界线，对吧？我们的一个判断标准的一个上方叠加了5月13日大阳线的收盘价，没有有效跌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提到了2个关键的点，而且呢，我在这个视频里面有给大家提到是2种情况。周一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本周的话，我说参考反向品种 NVDD 它的一个 MACD 的一个情况，那它的一个价格如果说站稳5块6呢，你可以确认正股回调。那么价格的话，如果跌破5块4毛4，出现这个止损出局如果说英伟达它在这个地方，它昨天就是一个强势回调，我们说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一个这个跌破，然后呢，它这个位置是170都没到，它就在这个地方反弹了。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它上不去这个点，它再回调的话，那我想这个缺口的话，应该就是会回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2个参考点，这一条135的这条线，它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缺口它会不会短期的一个回补？这个缺口的话是132块6毛8到133块3毛1，所以大家记得这个股价如果说2到3天没有回补的话，它还能继续上行。如果说它回补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位置绝对不是它的一个低点，它还会出现更低的一个位置。相应的去看的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 NVDD， 那它现在呢还在一个这个区间，而且呢，它现在没有跌破5块4毛4，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再等一等。那么英伟达它的一个这个变化，如果说它真的在这个地方再出现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话，那我想咱们的粉丝朋友应该会很聪明，会抓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苹果公司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到呢，近期苹果是由于这个消息的影响出现了一连串的一个下跌。那么昨天呢，我们在这个洞察的一个视频里面呢，去给大家有分析过就是苹果在这个地方是不建议追空的，这是第一个明确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跳空的一个反转。它是如何去这个被我们把握的？它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它的回踩缺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蓝色的 K 线的话，你可能会去通过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缺口回踩也好，或者是它这个左侧有底也好，那我们去可能会分析它在这个地方呢是跌不下去的。那么在一个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下，那苹果公司它一连串的一个下跌，那就出现了一个跳空向下。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有朋友认为它的一个缺口1、2、3个缺口出现的话，可能会认为它会有4到5个缺口的话，那如果是去追空的话，苹果公司那就是昨天的一个跳空就会让空头惨败。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苹果公司其实呢一到这个位置就会出现机构的一个低吸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地方Lucy 呢就是还是咬牙拿住了我的 call option 我的 call option。那么另外呢，苹果公司由于它的一个权重，由于它的纳指中的一个权重，所以我认为它在这个过程呢不会跌幅太深的。另外呢，它的一个这个价格修复应该还算是一个这个K 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呢是左侧有底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低点呢其实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变低。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认为它是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弹。所以苹果公司的话呢，我目前为止还在一个这个观察当中。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它现在弱势，就是 MACD 呢会相对来说弱势一些，那这是苹果公司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财生朋友抓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 call option 的一个获利，那么他也说给我报喜说他已经这个获利了结了。那么这个就是苹果公司。当然后续呢，它的一个拐头走势讲它的一个这个区间上一轮的一个高点它已经掉对了，7巨头里面它已经掉对了。那它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一个横盘震荡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呢是一个这个箱体高点在这个地方大概是213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对苹果公司的话它的一个走势呢，它现在在拐头今天是第3天，也应该算是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是苹果公司。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拜拜。